感觉所有的双赢它是忽略了某些人受损的一些事实嘛，对不对？因我觉得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最后只能达到说心理上的平衡，很难嗯，说我们就是说完全的用物质的价值去，或者说输赢的定义来去，因为人最后还是谈感受的嘛，嗯，就是你赢了世界，对吧？有一些歌里那样唱的嘛，你赢了对世界，但是你最后输了那个你想要的人，那又有对什么意义呢？就是这种对，感觉。就是什么对你来说最重要？可能是比较核心的东西。嗯，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可嗯能精神层面就是可能会获得更多一些，但就是我嗯想讨论的就是，博弈的话，我们把这个范畴扩大到包含这种情感上的资源，嗯就是包含情感资源、物质资源的一切资源，就类似于就是你把这些都包含进去，再去讨论这个输赢的问题。嗯，对，就我我是，我我切入一个角度吧，就比如说我们经嗯常看电影，然后我就会思考，那其实我们看电影，我们都知道是假的嘛，都是剧情嘛，嗯但是我们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真的是看这个主角他的这种所谓的荣华富贵，还是说他的无所不能，还是说所有人所有的男生都喜欢他，所有的女生都追求他，还是说看他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说看他最后的善恶，还是说看嗯他的情感、他的爱的这种程度？就是嗯，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我们最终，会有一种道德的价值判断在里面，就是我们总是希望看到好人最后获胜，对，就比如说一些复仇爽剧之类的，对吧？很受大嗯家欢迎。就我们内心里实际有一个诉求，就是我们希望善这个东西，最后要战胜邪恶的，嗯，就是本能性的东西。对，就是我们希望看到好人有好报，然后 恶人有恶报。对恶人有恶报。对，然后我就在哎，那思考，我想问一下，嗯，你说。那如果是现实生活中的坏蛋的话，他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们是希望好人赢还是坏人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好坏不一样嘛，就是坏嗯，人可能会认为他才是好人，对，你说的啊，对。我觉得没有坏对，人觉得自己真的坏。对，如果他觉得自己真坏的话，他就活不下去，你懂吧？就是他给自己的评价都是负面的，他怎么活呀？对怎么活对呀？对，就像那个八国联军侵华嘛，如果嗯按照西方的那个历史教科书，他就会说是因为中国的义和团在那里杀外国人，然后再去焚毁教堂，去杀中国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们是为了主持正义，所以嗯才来搞那个八国联军。但他们从来也不会提说那八国联军，攻进了北京城之后，然后各种烧杀抢劫，然后也是就是公开抢劫，就是相当于每一方他都只会提那个支持自己的那个观点。嗯，对，要不就然就是有一种民族主义，就比如说嗯我去是这种迫害其他民族的目的，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我的民族，我背后的国家，背后的人民。我觉得也有这对，种想法。他要有自己的立场嘛，就对，是如果他失去了立场，他就失去了一切了。所以我引入这个电影的观念的话，我就是觉得说人其实真的是在意那个所谓的头衔、官衔、胜负，还是说嗯，我们最后真正在意的？因为我们看电影就像看别人的人生是一样的嘛，对，我们作为一个观察者，对吧？跟我们没有嗯关系。那我们最后的判定标准，那可能是这个人的善与恶，或者是他的美与丑，或者是他的爱与恨，他究竟在表达哪一个？嗯就是我觉得我是有这种观念的，因为我反思我自己嘛。那比如说，我会不会为了成功，我做一个让人唾弃的人？那这个是100%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嗯我很在意别人对我的道德方面的评价，我也很在意我对我自己的道德的评价。嗯我是不可能去做那个对吧？为了得到利益，为了赢，然后输掉人品的那种人。我就嗯自我定义是这样的，因为我就像在看我自己的人生一场电影一样，我对，是我的主角嘛。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在跟这个世界博弈，那我很多的时候我会失去第一，我可能比如说我们比赛啊有一些分成，那我可能有的时候我知道有我也可以要，但是我可能我就不要了，对吧？我就无所谓了。我觉得校长其他方面对我也挺好的，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去争取，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不好，我就去争取。就是我看重的更多的是人的心，而不是单纯的利益吧，就是对这种感觉。就是我刚才就是讨论这个博弈话题啊，就其实我是想把就是咱们这种情感啊就是精神一类的也包含进去，不只是指那种比如说物质上的好处，就比如说你在情感当中的这种好的体验，你有这种快乐呀幸福呀，然后精神上得到满足啊，其实都把它算到这个博弈的这种资源技术里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还有人与社会之间，它其实都是在时刻的博弈嘛，就是我觉得不存在真正的那种双赢的情况，就是肯定是有人会受损的，只是说比如说我们两个是这一个层级的人，我们通过合作去让比我们低层级的人受损，然后就是所有的博弈它归根结底就是它都是构建在一个零和博弈的基础之上的，就是大量的零和博弈造就了一个就是繁荣的那种正和博弈的表面假象吗？是这个意思吗？对对。但是这个需要具体的例子啊。对，我说2个具体的例子。第一个的话，就比如说那个，我想一下，比如有个哥们儿他抑郁焦虑嘛，好，然后这个时候他去听那个佛陀的讲经，对吧？佛陀他可能把他那个相当于几十年修行的智慧，在那2个小时他传授给那位就是抑郁症的那位哥们儿，好，然后后来他就开悟了，然后他就获得内心的那个宁静，然后他抑郁症也没有了。好，那在这个例子当中，难道有人受损什么东西吗？就是你说的这个例子，佛陀他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无私的人，他就完全不在意，就是自己时间上啊或者精力上的这种花费，他就是非常乐意帮助人的。然后他通过帮助这个就是情感上比较消极的这个男子，他可能也能收获一些就是很愉快的体验，就是他就是能从助人当中获得快乐嘛。然后这个被帮助的这个男子，他也是他从一个非常消极的状态就是恢复了过来，然后重新拾起了生活的希望嘛。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2个人就是都得到了一些好处，对吧？对呀，对，但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就是非常的个人层面，就类似于你刚才讲的那个你父亲他挖井，然后给周围的人可以方便他们打水取水，然后感觉大家都受益了嘛，就是你父亲可能帮助周围的这些人，他也很快乐，然后这些人取水不用跑那么远，然后他们就是也得到了好处。就是其实从就是非常个人的层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可以实现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双赢嘛，对吧？对啊，没有真正的输者啊。对，就是就像是这是一个都好你好我好都好的事情。但就是从一个社会团体，或者说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一个社会层面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你个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输赢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就比如说我跟我们是可以放弃的，就是我跟你聊天，我可以不会在意输赢的跟你聊，然后对，但其实就是上升到一个团体的话，就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玩5v5的游戏，其实你可能不在意输，对吧？你可能希望
输了的话，我可能会体验的更丰富一些。对但其实你的队友非常不认同。对啊，对，他们可能就是只要赢就行，我不管什么手段，不管形式。对，这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团队，就是只是一个临时拼凑的5人团队。就是如果这个团队它的结构再复杂一些，然后再多人一些，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越往顶层去，它就变得越来越不能输。把输赢看得更重了，是吗？对对，他把输赢看得更重了，就是因为他的输赢不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就比如说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就是如果输了的话，整个国民都会被奴役，然后绝大部分国民都会受损吧，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必须要拼得你死我活了，你懂吧？对，我明白，我觉得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一种集体意识，它会有一个很强烈性的一个倾向性，就是比如说，那我个人的话，就往大了说，我可能我生死我都看得很淡，那至于什么事业呀、爱情啊，对于我个人来讲，它是打不倒我的，对吧？对对。那如果说是我有一个公司或者我有一个团体，那他们可能为了生孩子，为了养育孩子，然后为了一系列的这些生计会很在意，他们没有我这种情怀和格局，他们会把这个工资啊，把这种奖金啊看得非常非常重要。那像我的境界可能比较高，我觉得那我今年赚钱与不赚钱或赔钱我都无所谓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至关重要的非常大的事情。对，就是你是这个意思呗？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一旦纳入到一个组织或者说一个宏大的框架之中，就比如说你个人可能觉得结不结婚无所谓，然后生孩子也无所谓，但是你一旦纳入到你的这个家族啊，或者说是你整个大家庭里边，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明白，集体意识会有一种压迫感。对，那其实这不还是心理的问题吗？最后，还是一种思想的问题啊。就像你是封建社会的女人，你就要裹小脚，那你就是不裹也行，但是你要遭受所有人的，对吧？异样的眼光，对，包括父母的指责，一生也嫁不出去，一系列的惨淡的后果，对吧？就是我通过这个博弈的探讨，我就觉得，就是人类发展到现在，就是它的组织或者社会，它其实已经非常复杂了，然后层级也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它就必然会导向一个结果，就是的，我们的人类上层它一定是一个你死我活的状态的，就是它是不能输的，他在处理很多那种博弈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要赢的，然后而且就是他会把所有的手段都使用出来，而不是说去考虑他的道德因素啊，或者说是考虑他的那些就是可能会影响他名誉的这些因素，就是那些因素，对，就是在一个大的组织框架里边。他好像就是注定走向一个零和博弈，你懂吧？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这个东西，就是无论给它上升到哪一个高度，其实最后还是个人的选择。就是我们不要卸掉自身的那个责任，自己选择那个责任。我就拿高考举例子吧，就高考吓倒了很多人，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压倒我，他也没有吓到我没有觉得高考就是说对于我来说算什么，我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肯定是不行了，就是已经第一我学不动了，第二我学不会了，比如说数学、语文，但我喜欢的学科还是很喜欢学的。然后我当时也感觉到同学跟我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就是像你说的那种已经是零和博弈了，那我必须得削尖的脑袋往上考，对吧？一切跟我高考分数没关的事情，那我那高中还是不错的一个高中，那同学是非常势利而且认学习的，那因为我的学习的一落千丈，我受到的待遇和受到的大家的这种态度，那是一个大转弯，对吧？然后我就明白了，其实那这个社会上的人，他们的
前进的方向和我的方向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是追求一种比较随性的一种状态，就是我这个东西我爱学我就学，不爱学你给我讲天大的道理，那我也不学。对，就是因为在我这里，你吓唬我或者压迫我没有意义，没有用，因为我就觉得我也劝不动我自己，我自己的能量太大了。就是你100个人来指责我或者来吓唬我，你都不顶我的1%的力量。我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是可以逆着所有人的意识形态，包括老师，包括所有的负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被吓倒，然后我依然选择了我的人生的道路。即使高考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但是它也没有影响我的人生太多吧。当然可能也是一个个例，就是不一定有代表性。但是我就是很明白那种有压迫感的东西，它有的时候会让人失去自我。对，就是你非常有这种个体意识，你觉得就是自己的这种观点或者看法才是最重要的嘛？就是别人的那些想法，他可能是别人的想法，跟你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做选择的永远是你自己嘛。对，对。哎，不过我听阿健说你的高中的时候成绩特别好，但是是因为什么事情就出了点意外？我是初中的成绩还不错，但是上了高中就是，哎呀，就经历了2个极端吧。初中的时候我是班级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然后到了高中之后就成班级的尾巴了，然后就经历过人生的这种2极的考验吧，像是。当然还是在龙头的时候比较舒服啊。对啊，那肯定的。我想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从初中考高中嘛，你考的是比较好的高中，然后那种重点高中能考进去的都是每个都是曾经初中的龙头，所以把龙头再给卷一遍的话，那龙头当中也会分一个3、6、9的，这个很正常。那就像你考上清华大学也是一样，你到那儿你就不是学霸了嘛，大家都是学霸，都是状元，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其实不仅仅是如此，不是说我因为不是最受关注的那一个或者怎么样的我就失去了动力，而是我当时就是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吧，它有一种压迫感和一种非必要性。其实我可能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我会质疑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这个数学，比如说这个语文，就是他完全按照他的那套逻辑和方式，比如说语文的阅读理解，那他不允许你有其他的可能性和理解，然后我就相当于是叛逆了一样，我就会质疑这一套体系。我觉得学这些东西，那它的意义和或者说这个标准都不是我在定的，而且说实在的，我觉得它是在一个最短的时期内填鸭式的让你学会所有的东西，它的目标根本不是让你学会这些知识，而是用这种方式去筛选你的学习能力，然后把你分成3、6、9等。我是看透了这一点之后，我就觉得有点无聊了，然后一方面也是学不动了啊。但是我只是捡我喜欢的那几个学科，即使我是学理的，但是可能有一些政治啊或者其他的学科我感兴趣的，我也还是会接着去学。我不是带着那种很强的功利心去学习啊。包括我现在学习也是，我有的时候也可能会找一些知识什么，就没有任何的原因，我只是单纯的感兴趣而已。其实我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但是我觉得就连一个爱学习的人在这种模式下都已经走不下去了。我觉得那其实这也是社会的一种一种悲哀吧，我觉得。对，因为你最后发现呢你说，你接着说。就是说那个教育它本质的目的并不是说探寻真理求索真相，或者说把我们培养成有用的人，而是逼着我们要成为3、6、9等而已。对，你看像我之前你看历史那么有意思的科目，但是呢就是有的历史老师嘛，他就专门的是说，哎，你这里划重点，这里要考，那里要考，就感觉很无聊。对。我们用的是那个岳麓版的教科书，然后每一章最后有一个什么单元回眸。后来我们老师说一定要好好的给我背单元回眸啊，不是回眸一笑百媚生，而是回眸一看加10分，你考试加10分。就是他培养人的那种功利心，我觉得和我内心本然的那种直觉哈，就是大相径庭。我就觉得他完全在把我培养成一种没有一种就是没有什么灵魂的那种人。然后我也能明白所谓的这种能挤出来的精英，他一定是某方面的天才，或者是超级的抗压有毅力啊，成为社会的一个栋梁，这个我都能理解，这个是我做不到的，因为我是个特别懒的人。但是我一直不认为我是一个笨的或者说没有能力的人，我只是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有权利选择过与不过。我觉得我的人生就算因此我以后去，捡纸壳子了，或者我去当服务员了，我觉得说实在的话哈，就是真的是说实在的，我没觉得那些工作有什么就是所谓的不好，我觉得都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当我们的那个心态不一样的时候，就不会把那个事情看成是生死攸关的事情。那凯文，我觉得你的想法跟我还挺像的。我很多时候也是想的，我以后捡纸壳子，我都不干这个。对我，所以就是新华字典里面嘛，当时有一个例句，说什么那个叫什么说，叫小明考上了北京大学，小红在那个百货商店里面做收银员，他们都有着光明的未来。我觉得我一开始小时候看这个觉得没什么不一样，但是后来再看这个的时候就感觉啊，这不就是嘲讽吗？但是我又过了这个阶段之后，我觉得本来就是的，考上北京大学又怎么样？对，不是还有人去当城管去了吗？对，这个就是社会存在等级，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个等级是合理的，而且去崇拜这个等级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就是问题在于人心的想法，而不在于这些表面的形式。就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当国家主席，但是我们没有必要见到国家主席都去叩拜，都去膜拜吧。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啊。至少内心不应该这样去想，即使有人逼着你去下跪，但你内心里不要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就是做自己嘛。对，就咱们刚才那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我其实就是想，从咱刚才聊博弈那个话题，然后又聊到这个社会的结构，然后这个社会结构貌似就是陷入到了一个就是黑暗的一个死胡同里边，就是一旦要构建一个庞大的集体或者一个团队，似乎在博弈中我们就只能选择去赢，而不是选择去输。就是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就是选择不参与那些团体，或者不参与社会结构，都可以自由选择。但是一旦参与的话，这个社会结构它似乎就是奔着要赢去的，就是它不能输。这让我觉得人类非常的黑暗。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觉得人类黑暗，这已经算是比较美化了。在我这儿，我觉得人类已经无可救药了。因为人类他要暴力的话，他通常是说，如果是说因为我自己个人的那个恩怨，我还是会比较平静的。但如果是我想到，这个人他在损害我们的集体荣誉感，就是想到，我们那马上的那些就是那些情怀，我一定要为了捍卫这个正义，我要去，但实际上做了很邪恶的事情出来。然后刚刚你有说到那个就是社会的这个结构嘛，就是我之前听说过那个大卫艾克，他有一个就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阴谋论的一个说法嘛，就是他这个义务教育嘛，一开始是就是有某一个团体嘛，就光明会还是什么的，就是从德国开始弄的。他的那个本质的目的呢，就是把孩子从最早的时候就分成文理分科，那样子让他们好去那个有专业性的去就业嘛。好，而在那之前的话，之前通常说一个家庭都是父亲出去干活，出去养家糊口，然后母亲她是教育她的那个子女的，就是一开始其实根本就没有小学，我说的是大概200年前的时候，但是后来呢，他们说我们要解放妇女，让妇女也出去工作。好，那妇女工作的话，孩子怎么照顾呢？那就去办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因为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孩子，你小的时候接受的那个意识形态，就比如说台湾。就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这个东西你会说，韩国其实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那天还跟韩国人聊天呢，他们说就是其实包括欧洲的那个史学观，他们认为整个朝鲜半岛古代的时候就是相当于像西藏自治区一样，就是归中国的，而且他们把那个就是朝鲜半岛跟大清国都是涂成同样的颜色，他认为就是那是中国的那个像西藏新疆那样子那种感觉嘛。当然这个扯远了，我再说回来，就是好，后
后来他那么一弄了之后呢，那就开始去搞那种小学、中学什么大学的教育嘛。好，大学教育之后呢，其实很容易，你把教科书一改，然后那一代人的那个思想，那通通的都能够转变。我认识爱尔兰有一位大哥嘛，他把他孩子送到那个天主教的那个学校，他本人他是华人，他不是很信神，不是很信那个天主教。好，然后但是呢，就是天主教，那从小那孩子就会学习祷告啊，接受天主教的那些礼仪。然后有一天他跟他女儿聊天的时候。他只是随口说了，哎呀，哪里我觉得那个神不存在的，或者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神，哇！结果他女儿一听就感觉好像是说你在这里异端歪理邪说，你捍卫了我那个正义，然后就对着他父亲在那里大吼，哎，我觉得神就是存在的。结果后来他很生气嘛，最后就是因为像这样子，那个案例有一些，然后后来爱尔兰他现在即使是天主教的那个学校，也就是不允许。就是对所有的人去教那个神学课，因为他就是西方的这些中学里面，他都会有那个宗教神学的，就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政治吧，就是相当于那么一门课。好，然后所以我也认识有一些美国人，就是他们可能是说在美国公司啊，然后可能调到爱尔兰工作几年的，好，他们就直接弄那个家庭式学校，比如说他生了大概有3-5个孩子吧。然后呢，他可能出去在企业里面去做那个工程师啊，做管理人员。好，然后他的太太就是全职在家里面去教他的小孩。然后呢，他们这种情况下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就相当于每个学期你去参加一次线上还是线下的什么叫好像是国际学校的一个课程吧。好，然后你去参加他的那个期末考试。然后之后就可以拿文凭，然后那个文凭也可以去申报美国的大学。我觉得学校它那所有的教科书，标准化的教科书，标准化的那个作息时间，标准化的考试，你最后培养出来的也是算是工艺品吧，标准化的工程师或者什么。但实际上每一个孩子他都是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他都是不一样的烟火，不一样的灵魂。而你就平心来说的话，你认为是父母？他的母亲更容易识别出来孩子的闪光点，还是说老师更容易识别出来孩子的闪光点呢？我觉得肯定是待的时间多的人能识别。像老师的话，他可能教很多个学生，他的注意力非常分散，他很难就是说真正的了解某一个孩子，除非他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特别关照这一类的。对，另外也会有一些边界感嘛，因为毕竟也不是自己亲儿子，所以就是如果是说对他太好的话，那他家长会不会想，哎，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怀疑嘛？对，就是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你真的是不知道这个社会它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你像那个以前就是古代的，就中国之前那种私塾教育嘛，那种书院的话，它是能够他培养的那种知识分子，他是算是比较博雅性的。但至少就是你看民国时期的那些文人，他们的那些言论，或者说他们那些思想的话，那是比较多元的吧。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就是要从一个创造者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就是我们不要去让别人去发掘我们，或者别人去承认我们，其实自己才是自己的创造者。而且我觉得大部分人的问题不是说别人没有发现他的闪光点，而是他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闪光点，自己没有建立根本的自信，一味的去在外界当中去就随波逐流吧，然后其实更多是在恐惧的引导下，然后去找到自己的价值，就是不是在追求自己的上限，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底线而已。我的同学我感觉大部分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创造性的东西其实已经被被束缚的很少了，然后他们没有自信去创造自己的人生啊未来，他们只是觉得我只要不要太差就可以，但我不会去追求一些真正我有想法的东西。其实我们看很多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真的是很特立独行的，各种被不看好，然后各种被对吧融资否定啊之类的，然后就是因为自己有绝对的自信，然后坚持在自己的道路上，最后做出成绩了，然后大家就会说他这儿好那儿好，什么都好。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永远都没有变，就是我们与其去让外界去给我们找到方向，找到我们的亮点，不如建立自己的自信。就是中国人可能更缺的真的是自己的创造力和内在的这种自信。
对，我很认同。就是自信的人什么都能干得更好。就不见得他做的多大，但是他不至于说就是说半途而废呀，或者说崩溃了呀，这种感觉至少能做出一个小成就。哪管说你就开一个自己的美发店，有一个自己的快餐店、早餐店，我觉得也是很成功的呀。就是只要有事做，就是挺不错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是哪怕是一个小摊位的，比如说我就卖烤串卖，然后我是一个摊贩的那个摊主嘛，整套供应链我都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面的，所以就是我实际上我这个自信程度，也不是自信或者说安全感吧，是要比他那大企业里面的高管要高。你看大企业高管，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之前那些做房地产的那些销售的那些高管那些经理啊，然后后来房地产不行了，最后他们离开了那个体制，然后你再去应聘的话，别人应聘你当领导嘛，也人到中年了，最后就只能去开出租车。对，就是他依附于那个系统上面的。就是你一旦依附于一个东西之后，你相当于就是你随时都有一种被他抛弃的恐惧了。然后其实这种大企业或者大的这种团体它都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以人的这种不安全感来控制你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安全感的人，他就没办法就是指挥你了。就是你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你有很多自由发挥的这种空间了。对，它这个组织就会显得很松散。但其实一个组织它如果想要在商业竞争中取得成功的话，那就是要像军队一样纪律严明，然后步调统一。对，所以就是我感觉就是人类的这种文明，它的构建使得它导向了一个黑暗的现实，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博弈，就是我们必须要，如果我们参与到这个人类的文明中去的话，它的顶层一定会引导我们去赢，然后它的顶层的这种赢的压力会传导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是对，比如说日本侵略中国吧，它的国民可能并没有实际上的来到中国的这个土地上进行烧杀抢掠，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参与了这样一件事儿啊，就是5000多万中国人的死就是跟他们息息相关呀。就是意识形态的参与吧，相当于他们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参与吧，就是他们在工作啊、生产、纳税啊，他们都会参与这个组织的行为嘛。对，就是包括日本，它为什么是那样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它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资源非常的受限，然后他们的人口又非常的多，然后自然灾害也非常频发。就是你如果处在一个顶层的一个位置，假如你是日本的这种元首或者说是领导者，你就会想着为这个国家开疆扩土啊，或者就是想着让自己的国民怎么才能摆脱这种受限的这种环境。因为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岛上，然后又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岛上，如果你就是你把任何一个人放到那个元首的位置上，他都会这样去想，就是说这个组织导致了他的邪恶，你懂吧？这个组织就像一个公司的销售一样，一定要不择手段的去为公司创造业绩，不停的去像你说开疆扩土。其实我明白，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病态的，就是这种永恒的不满足、永恒的扩张性，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是一种人类的一种疾病，而且我觉得是治不好的。我也觉得就是太病态了，太黑暗了。对，所以人类的痛苦其实是自己选择出来的，是我们的不满足，我们的不停的向外求，然后导致了我们自己停不下来。然后包括很多人现在人说现在的生活不如90年代，因为现在贫富差距很大嘛，意思就是说大家的这种比较啊、嫉妒啊，会导致内心的不幸福嘛。说还不如90年代、80年代，大家都是工人嘛，都是收入都是一样的。你家有什么，我家也都有。那人和人之间是比较和谐的。现在人和人之间阶级很大，所以说他觉得这样的社会不好。其实我觉得是道理上其实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
这个也是个人的选择，就是当你选择去被别人影响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自己的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可以强调外界的环境，但是为什么不强调一下自己内心的不安定呢？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朋友圈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很炫耀的东西，那我们为什么要去看呢？有人逼着我们睁开眼睛去看吗？对，就是但是如果你完全不看朋友圈，然后你也不参与社会生活的话，又会显得非常的离群索居。然后很多人就是他很难忍受这种孤独感，然后他就是喜欢热闹，他就是喜欢有一大群人一起干一件事情，然后他一旦参与到这种群体或者社会事务中去呢，他就会被他影响。那只能说他的喜好会导致他的悲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像有一种人，他就喜欢血腥，那他就喜欢不停的挑战，就像那种美剧一样，对吧？那他把他这种喜欢血腥的嗜好，他爸爸引导他转向动物，虐杀动物上，那最后他选择是虐杀一些坏人。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喜好决定了悲剧。你的这个喜好本身就是不是很和谐的一种喜好，对吧？我觉得你最终你就是内心不平安嘛。有很多人就比如说我们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就是喜欢去强调我一定要比你们都对，那你这样的聊天这种喜好就注定你跟谁都聊不来，最后。对，就是我觉得也挺悲哀的，就是人类的文明它在组织协调的情况下，竟然导向了这样一个非常反人类的是一个现实。其实根本的本质就是不自由嘛，就是我们内心的进一步的去是套了很多的枷锁，而不是解放了内心。所以说古代的诸子百家其实他们比较了不起的地方，他们会探讨思想的解放，会探讨一些其实真的是更有意义的东西。但是现代的人只是在想着创造利益，然后研究股票，然后玩物质这套游戏，其实还不如古人的那种两袖清风的那种。对，就是状态，就喝点这种所谓的可能很廉价的酒，在我们看，但是都能创造出很多的人类的这种，对吧？思想上的一些成就。对，我觉得人类已经掉入了物质的怪圈里了。对，现实是这样的。就物质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看的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如果能看成是第二、第三重要的，就是挺好的了。就是要有一个东西比物质、比金钱还重要，那我觉得这个人就挺不错的。对。还有40秒，那个肯你有什么想补充的？40秒，那我还有好多想补充，我至少得说个10你有要分钟吗？采访一下。那待会儿再开一个吧。好，那就再开一个，再来一个。好吧。来，或者我们聊个30分钟下一期。对。对。好。你有要是累了就随时告诉我们哈。没事，行，我还行。好，那我先重开一下哈。好，非常感谢你们。没事。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